如果你关注个人效率提升，你一定听说过打造第二大脑的说法。build a second brain. Building a second brain course for my second brain. 但我想说的是啊，很多人对第二大脑理解可能是错的。按照这些理解打造的第二大脑不会帮你提升效率，你也不需要一个所谓的个人知识库。那在今天视频里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人们对第二大脑的最大误解，第二大脑的真正核心是什么？我结合这个核心总结出的极简笔记法则，以及为什么你要小心包括我在内的这些 YouTube 效率博主。那第二大脑说法呢，来自于 Tiago Forte 的这本 Building a Second Brain。那按照作者的定义啊，建立第二大脑是一种经验获得的思想数字化的存储，最终使用的记忆和智力。简单的说，第二大脑就是数字笔记系统，对，就是记笔记。那对这本书呢，我是又爱又恨。喜欢它呢，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概念确实帮到了我；不喜欢它呢，是它的名字跟一些内容导致很多人误解了书里的第二大脑的含义，执迷于追求所谓的高效率，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在工具上，掉入了效率陷阱。那很多讲第二大脑的视频标题啊，都包含我是如何记住所有事情的，这就让人感觉啊，第二大脑就是帮你记录所有东西的存储系统。那同时啊，很多人认为，第二大脑给了一个现在存储、未来使用的承诺。如果你现在打造一个所谓的个人知识库，把你读过的有用的文章、视频、播客、书籍、摘要全都存储起来，等到你未来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找到它们，提高效率。那以上两种对第二大脑的解读呢，都是基于一个有问题的底层逻辑，那就是输入决定输出，只要你有足够的输入质量和数量，你就能够产生想法，就会有生产力，导致产出的发生。那这个逻辑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是它非常反直觉的违背了效率的本质，它并不是这本书作者所定义的第二大脑。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接下来我会尝试纠正这个误解，帮你正确的理解这本书的核心价值。那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本书的精髓在于 Code 系统和 Para 笔记结构，但我个人觉得啊，它真正的价值其实是作者说的 Actionability 可操作性。说白了就是你的笔记是为了具体的输出或者行动服务的。这个输出可以是一个解决方案、文章、书籍、视频、课程、音乐、播客、软件学习，甚至是一个旅行计划。那这些呢都能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项目、专案 Project。那这个第二大脑的真正的核心是输出决定了输入，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输入决定输出。那这其实和效率本身的定义有关啊。效率或者生产力的英文单词是 productivity， 词根是 produce， 意为生产。因此要衡量效率，你必须要先有生产活动，这意味着先设立输出目标，然后有目的的输入，最终实现输出。所以是输出决定输入。那提高效率的秘密就在于把眼睛盯在输出上，而不是期待成果能从收集的信息中自动涌现出来。这体现在作者的第二大脑的方方面面。我们先从作者的 Code 笔记流程说起啊，它是一个缩写。C. Capture 收集信息 O. Organization 对信息进行整理 D. Distill 对信息进行消化 E. Express 用信息协助输出创造。那在 Capture 阶段，我们应该收集哪些信息呢？作者推荐诺贝尔奖得主费曼的 12 Favorite Problems 方法。当被问及到如何在多个领域有出色表现的时候啊，费曼解释说，你的脑子里啊必须时刻保持12个最想解决的问题。大多数时候呢，这些问题都处在休眠状态。每当获得一个新信息时呢，你把它同这些问题挨个做对比，看能否帮你解决问题。那长此以往呢，你迟早会遇到一个新的信息，能帮你突破一个大难题。那费曼认为，信息筛选的标准就是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否帮助解决问题就是信息的 actionability。但是你得先有问题才能筛选，这就是输出决定了输入。作者说啊，我们应该重点收集那些让我们深有同感的信息。我们之所以会深有同感，正是因为这个信息跟我们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或者项目相关。换句话说，最高效的输入方式就是为每个输入的信息找到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就是你具体的 project。在 Organize 阶段呢，作者再次强调信息整理应围绕 Actionability。那为了实现这一点呢，他引入了Para 的结构。那在这个结构中啊， P 就是你具体要做的项目， A 就是你长期需要关注或负责的领域， R 就是可供你参考的资源，而最后的 A 则是用于存档不再需要的笔记。不过诚实的说啊，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Para 结构，甚至包括这个 Code 系统在内，我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稍后我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回到这个 Para 啊，作者说 Para 它不是一个文件系统，它是一个生产系统，依然在强调输出。
他还提到这个系统受到一位著名的编舞家的启发，他在长达60年的事业中保持创造力的方法就是项目盒子。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 project， 他就会用一个新的盒子去装所有跟这个 project 相关的笔记和信息，这让他感到有明确的目标，能更有条理的工作。那这些代表 project 的盒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笔记的归宿，所以依然是输出决定输入。那有观众可能会问这不就是刚才的现在存储将来使用的理念吗？为什么你说这个是个误解呢？那想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把 project 分成2种类型，一种是 sprint 项目，一种是被作者叫做 slow burn 的项目。那 sprint 项目呢，就是你那些正在专注进行的需要集中火力完成的项目，像一个冲刺一样。比如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就是我在几天内干出来的。那 slow burn 项目呢，就是那些你已经确立但是需要在未来完成的项目。那之所以叫做 slow burn，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处在孕育休眠期，就像小火慢炖一样，你一点点的收集信息和灵感，等到时机成熟，你把它变成 sprint 项目，集中火力来完成。那刚才费曼说的那些休眠中的问题，以及编舞家的大部分的盒子都是 slow burn 项目，而我的大部分视频也属于 slow burn projects。所以现在存储、未来使用中的存储依然需要有一个被定义的目标，它们往往是 slow burn projects。如果你能为一个信息很快找到归宿，那么这个信息就值得收集整理。如果找不到，它留在互联网跟你的笔记本里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大多数人理解的所谓现在存储、未来使用里呢，并没有定义好的项目，他们只是希望现在存储的东西也许哪一天能有用呢？这更像是一个囤积症患者对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承诺。可惜的是，这个承诺很难兑现。没有明确输出定义的第二大脑或者个人知识库是一个伪需求。D， 对笔记进行消化吸收。那这一步呢，其实是你输出的一个必须的过程。在 distill 阶段呢，作者说我们的笔记是拿来用的，而不是用来收藏的。然后呢，给出了一些消化吸收笔记的技巧，这依然是输出决定输入。最后一步 E express， 表达、创作、输出。那这是第二大脑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一部分作者给出了一些创作方面的技巧，以及未来如何重复利用完成的 project 的方法。那现在我们整体来看第二大脑处处都在强调 actionability 输出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理解的第二大脑成了帮你记住一切的强调输入的个人知识库了呢？那我个人认为有部分原因就在于这本书有些过于追求一个大而全的概念，这让内容变得复杂，丧失重点。比如 code 说的是流程， pair 说的是结构，这就挺复杂的。然后在 pair 里你还要区分 PARA， 那这比你想象要难比如我要记录公司买东西的收据，这可以是 project， 因为这是我报税项目的一部分。但是按照作者的话，它也可以是我长期负责的 area。那它是不是 resource 呢？因为我找商家保修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收据。还有一个项目中我会用到一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是放到资源笔记里，还是直接放到我的 project 笔记里呢？那实际上这个 para 描述的是2种笔记本，一种是项目管理笔记 P，那本书的重点，一种是我们平时用的记事本 A， 记录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什么 actionability。那这种笔记当然很重要，但是它很简单，你没有必要复杂化。然后作者又让 P 和 A 共享 R， 作者太想定义一个概念来涵盖一切了，让一切发生关联，在强调 actionability 的同时，又希望不浪费任何一条笔记。那这是既要又要的思路。这看起来很酷，但只能让事情变得复杂，让你花费更多的精力做选择，淡化了本书以项目为导向的核心。而且我不喜欢这个第二大脑的叫法，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记忆工具，而不是书里强调的行动和方法。那其实这本书说的其实就是一种项目管理笔记法，但是这个名字显然没有第二大脑 sexy， 没有帮你记住一切的标题有吸引力。那接下来我就根据这本书的核心以及我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帮大家做一个减法，分享一种我一直在用的极简笔记法则。那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有2种笔记系统。第一种就是你已经有的记事本，它用来记录各种杂事杂项，它不需要复杂，你不必要纠结把它做得多么完美高效。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笔记跟电脑硬盘上的文件是一样的，时间久了就会乱，你总需要定期清理。
那这种笔记本对你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决定你的成功或失败。那任何免费的笔记软件都可以用来记这种笔记。那我自己就用苹果自带的 Apple Notes。第二种笔记系统就是刚才介绍那个编舞家的项目盒子笔记，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帮你实现输出，它简单 make sense。那具体来说呢，它就是本书作者第二大脑中的 code 和 pair 的一个简化，那就是 PCO。那 P 呢，同样是 project， 它可以是 sprint project 或者说是 slow burn project， 它们是你的盒子。那反映在不同的笔记软件里呢，可能是文件夹、空间、看板。那跟这个项目相关的信息、想法、资源，通通的都丢掉这个盒子里。任何笔记软件都可以用来做项目管理，你可以用自己行业内的项目管理软件，也可以使用像 Apple Notes、Notion 这样的大众软件。你甚至可以用软件组合，你比如我自己用 Apple Notes 加 Millernote， 那这个 P 放到最前面的意思就是说，做笔记前啊，一定要先有项目的存在，那也就是费曼所说的12个最想解决的难题。C 代表 capture 捕捉，当你对一个信息深有同感的时候啊，它大概率跟你的项目相关。那如果可能，你立即把它捕捉并放到对应的项目当中。那如果你发现一个信息让你兴奋，但跟你已有的项目不符，那就说明你可能要为它进行开题立项，建立一个新的盒子。那至于这个项目最终你是否放弃，那是项目管理和创作的范畴，不是捕捉笔记该思考的。那很多笔记软件都自带这个信息捕捉的功能，你比如说在苹果设备上，你可以轻松的把信息直接分享到对应的笔记软件当中，你也可以使用专门的笔记捕捉工具。拿我来说，我摄取面比较广和杂，导致我使用很多的捕捉工具，你比如说自建的苹果捷径、自制的 ChatGPT 语音笔记、Readwise、Millernote 自带的捕捉工具等等。那 O 代表整理，如果你暂时不能将笔记放到相应的项目里，或者还在犹豫是否要启动新项目，或者不知道如何定义新项目的时候呢，可以先将笔记临时存入到一个收件箱里，等有时间再做分类整理。那为什么我要给这个 O 加一个括号呢？就是因为这一步呢，你要尽量避免。我的经验是，长期下来你可能会变得懒得分类，或者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觉得这个信息重要，从而使笔记失去了意义。那要规避这一点啊，你要简化捕捉工具和项目管理软件的结构，减少操作步骤。如果要经过多重文件夹和多个界面才能找到目标项目，那就太繁琐了，你就不愿意去捕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 Apple Notes 里完成的项目，就不会在专业的软件里做。因为 Apple Notes 足够简单快速。那以上就是我的极简笔记法则。那很多观众听到这里可能会说，就这么简单吗？难道你不应该再详细分享些软件的技巧吗？那这就是我想强调一点，原则比工具更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输出类型，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软件和技巧。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想提醒大家要小心，包括我在内的所有 YouTuber 的推荐。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荐的工具或方法最适合 YouTubers。你会发现，大多数电脑评测都侧重于视频剪辑性能，大多数效率软件的使用场景也主要是为视频内容做输出。那这是因为做视频是我们很多 YouTuber 的主要输出方式啊。越是成功的 YouTuber 越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视频就是我们的盒子，我们会尝试把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塞到这些盒子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 YouTuber 的，甚至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做主动输出的。咱们的盒子大概率不同，所以第一重要的是先定义自己的盒子，变成一个创作者，输出价值。在学习任何效率博主推荐的工具和方法时，你要做的是借鉴，而不是完全模仿。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笔记软件的痴迷其实是创作困难性的一种外在的反应。创作不仅需要勇气和执行力，即使你有了它们，创作依然也充满未知。它没有简单的公式可循，只有通过长期的输出积累，你才可能找到自己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笔记和创作是两个过程，前者简单，后者难。我们之所以希望得到那些成功人士的设备和软件，这是因为这些是我们和我们想要成为的人之间最确定也最容易获得的共同之处。